林奈小姐，琉璃子，觉得很奇怪是吗？我为什么要找你的麻烦？你不能怪我，要怪，只能怪你是纳兰东看上的女人。林奈小姐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纳兰东拿了他不该拿的东西，所以，我只好用你去跟他交换。虽然我恨极了你这张迷惑男人的脸，我甚至觉得就是这张我贱犹怜的面孔毁了我的哥哥。不过为了纳兰东手上的东西，我会善待你，直到他过来。林奈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纳兰东他有一个女朋友，他们感情很要好。不用你教我判断。我现在非常明白，什么是逢场作戏，什么是真正上心。葬礼那天，雅子拦住你的时候，他看你那种放不下的眼神，哼，亏我当时还用一种傻乎乎的傻笑来欺骗我自己。你最好就这样老实给我待着，对大家都好。看好他。嗨。老大，刚才喜新来电话，说有个男的打电话到琉璃湖找你，让你一个人去火车站。要是你不去的话，估摸着琉璃子就没命了吧？老大，真是冲着你来的。盛，曲风回来了吗？啊，回来了，刚回来。你俩继续找福特车的位置。承诺，下车。老大，这明摆的是一个圈套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下车。老大，我陪你去。下车。承诺，你拦不住东的。对了，知道。你千万别拦老大，让老大去。我们现在必须要确保找到福特车。琉璃子安全了，老大才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承诺，你回来吧。老大，小心！林奈小姐，欧阳彻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又带着咱们那么多的护卫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抓到纳兰东了。是我们到早了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小姐，恕我多嘴，您安排的这些护卫，知不知道您是为了武装计划才要抓纳兰东的？他们跟欧阳彻在一起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让欧阳彻知道了，以他阴狠的性格，我们恐怕后患无穷啊！他们不知道情况，我只吩咐他们听从欧阳彻指挥，等欧阳出完气，便会到纳兰东来这里见我。刚才喜新电话显示的位置在山东路99号废弃大楼。绑匪更改的见面地点，总是和上一次的距离很近。这次除外，每一次几乎都是横跨上海线东西往返。太好了，可算有准地方了。我通知老大。老大，新的地点已经找到了，就在山东路山东路99号。啊，对，99号废弃大楼。东，我去帮你。又怎么能对我们讲信用呢？我也信不过他，这个小人。
看人家不爽，又不敢当面跟人家交锋。要不是看在这是取回武装计划的好机会，我绝不会跟这种人合作。嗨，林奈小姐好高的兴致，和手下聊天聊得这么投入，有人走近都不知道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知道这儿的？警署再不济，花3个小时找一辆福特车，还是办得到的。你找我做什么？你教训完纳兰东了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林奈小姐高贵惯了，所以一直用这种语气问人吧。你现在一定在想，为什么不是卫队把纳兰东带过来，对吧？你想太多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你达到目的，解了心中恶气，不就好了吗？那林奈小姐打算怎么处理琉璃子？哼，原来你还是放不下琉璃子啊！她背着你跟纳兰东勾勾搭搭，甚至什么坏事都做尽了，你还在意这种女人做什么？我不是在意她，而是……别动！我不允许任何人说她一句坏话。你以为你高高在上，就可以随便侮辱别人？你以为你在酒吧污蔑琉璃子，就正中我下怀？你还以为有了约定，再找20几个笨蛋看着我，你就能掌控所有事？啊！小姐，欧阳彻，你放了小姐，我们就放了琉璃子。哼，生命被别人掌控在手里的滋味怎么样？应该很恐惧吧？不知恐惧，仿佛已经看不到头的黑暗，那才是最折磨人的，对吧？现在你该明白了，是谁在掌控所有的事。不过，还是没有用。因为你伤害了琉璃子。走。警长，要不要处理现场？我先去看看琉璃子，里面应该有人。怎么样？放松点，来抽根烟。哎，这妞挺老实的。哼。警长，大家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林奈小姐吩咐过，让我们听从欧阳彻的安排。我知道，大家就是听了他的安排，才一会儿火车站一会儿码头的空转了2个多小时，却连纳兰东的影子都没有发现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们一直听从欧阳彻的命令行动，可到现在他都没有出现过一次。这2个小时他在干什么？
最后通知我们到这里，这里距离林奈小姐约我们见面的地方非常近，根本就在同一栋大楼里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想想确实奇怪。那你想怎么做啊？我们不如下去到小姐约定的地点问问，如果小姐让我们听欧阳彻的，我们就继续等，怎么样？好。你们没有完成
林奈小姐怀疑错我了。那几天，我诚心诚意的为清水的葬礼来帮忙，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。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场误会。你们请他出来，我当面给他解释清楚。你敢说就你伤害了林奈小姐的感情？感情的事儿，只有当时的2个人自己知道。你请他出来，我跟他说清楚。他不会见你，你把他伤得太深。你在决定这么做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考虑因为你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？因为你自私、无情、风流成性，根本不把道义伦理放在眼里。随便你怎么说，我可以等林奈小姐愿意见我为止，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。但是你们抓一个毫不相干的弱女子算什么？放了她，我留下来。你功夫太好，在确保你没有反抗能力之下，我们才可以交易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！等等，我要先确保琉璃子的安全。他的命在我手里，不能讨价还价。动手！站住！别跑！追！你们不是清水家的人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收人钱财，专门替人消灾。我不想杀你们，识相的就让路。哟，我还是第一次从小娘们口中听到这种话，有意思啊！来，往这儿打！你还好吧？啊，这不太好。
你伤到哪里了？啊，很严重吗？我看看。没事儿，我本来想英雄救美的，没想到现在变成美女救英雄了，这感觉不太好。你还会开玩笑，还油嘴滑舌的，那你还不赶紧起来？你这女人怎么那么狠心呢？我大老远跑来救你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非得让我瘸胳膊断腿的你才高兴？谁让你还要开玩笑啊？受了伤都没个正经，你真是活该！我都伤成这样了，我笑着也是疼，哭着也是疼，我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呢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那么多人打你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笨！你信不信？刚才那么多人打我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你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没感觉错，上天已经把你的平安给了我，要让我受皮肉之苦。没事，受吧。不许哭，不许哭，没事。现在相信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俩是天生的彼此的守护者，一方有难，另外一方肯定会及时来搭救，这才是缘分。你还不快起来啊！你怎么不说？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回家睡大觉了。起来啊！你这女人一点也不懂进去，要好好调调才行。你还调教我？你先调理好你自己吧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好重啊！男人得重一点，重点才沉稳，才靠得住。拉倒吧，就你这样又浮夸又不踏实，还靠得住，还不如靠棵树呢。警长，柳依子小姐她会功夫的，而且还很高强，她把那铁链一下就……别说了，我已经看见了。不是警长，你当时没有亲眼看到那条铁链被她一下子就……闭嘴！我说我已经看见了。你们大男人连个女的都看不住，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可是？那4个饭桶人呢？都被柳依子给杀了。哦。哼。这么没用的东西，留在身边也是累赘。怎么了，警长？余夏怎么会来这儿？不是我啊，不是我说的。当然不是你，你哪有这本事？这样，待会儿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我说什么你只管答应就行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抖什么？警长，你不觉得这里出奇的冷吗？日本人的监狱比这儿更冷。如果你不想进去的话，就给我镇定点。欧阳警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余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你也看见了？你看的是谁做的了吗？我发动了警署的警力，终于让我查到017黑色轿车就停在这栋大楼下。可是等我和我的同伴赶到这里，这栋楼里除了尸体没有任何发现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里很多人都死于东的枪法之下，所以我想，应该是东比我更早来到这里，把琉璃子救走。那我能帮忙做的，只能是处理现场的善后了，对吧？赶紧办吧，不然一到晚上就来不及处理了。是警长，我先做事。这是林奈，他什么时候变这么残忍了？毕竟林奈不是不相识的人，而且还帮过他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或许都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，你是他女朋友，谅解他吧。如果有什么万不得已的理由，一定是因为琉璃子。不过还好有你这个好兄弟帮他收拾烂摊子，他也算够幸运的了。我一半是为了他，一半是为了琉璃子。这栋楼一旦出了事，日本人一定会追问，琉璃子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对琉璃子真好。她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我不爱她，还爱谁呢？那个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你才是清水案的真正凶手。在清水的葬礼上，我也一直在留意你和纳兰东。除了纳兰东的证词之外，你完全符合杀害高桥的时间条件。我原想当场揭穿你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破除你2次完美不在场的证明。一，是谁假扮你离开的清水家？2，纳兰东为什么要替你做假的证词？可就在刚刚的魔术时间，这2个问题，我同时找到了答案。你和喜新的身形相似，只要是他易容成你的样子，一般人是很难分辨出来的。但偏偏你们2个人的性格不同，也决定了第一时间选择的舞蹈不同。你们和纳兰东的关系不同，决定了第一时间面对他文手里的反应不同。就像今天晚上这个魔术一样，清水案案发当晚，喜新假扮成你的样子离开了清水家，引开了所有人在你身上的注意力。而纳兰东也根本不像深谷大佐所深信不疑的那个样子，从一开始你们就是一伙的。因为高桥一案，只有他一个人掌控了全局。还有那个叫做阿木的凶手，就是他设计出来，好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来杀人罢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花田一案也是你们2人合作的手笔啊。只不过当时好像没有像现在这样默契罢了。纳兰东说过，在他所有认识的人当中，你是唯一一个令他琢磨不透的聪明人。我现在非常同意。那你倒是琢磨琢磨，我和纳兰东下一个合作要杀死的人会是谁？
纳兰君觉得，什么样的人生才算完满呢？怎么突然问这么严肃的问题？我觉得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想成就自己的一番霸业，娶一个能帮衬自己的妻子，100年后能在历史上留名，这样的人生才算完满。就像宫下总领事那样，确实没什么遗憾了。纳兰君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事业，只要你有心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赶紧跑出去喊人了！你为什么跑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一跑，凶手正好也跑了。不是，这个，我当时只是害怕，所以我就。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离开。老板娘，把琉璃宫所有随侍人员、保安、小姐，统统集中到这儿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承诺呢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们所有人当中，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有奇怪的人经常出入琉璃宫的？或者说，今天营业到现在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？现在看看，你们身边有没有陌生的面孔？不要以为沉默不说话就是安全。如果被我查到谁身边就是杀害青山中佐的凶手的话，秘而不报的人也将会处以极刑。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士兵们听好了，现场所有的人，谁
都脱离不了青山中所被害的干系。给我打！琉璃宫的服务生当中，还有谁没到的？太君，服务生都到齐了。你们保安呢？太君，这儿的保安还差一个承诺。 其他人都到齐了。承诺？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间？东少表演魔术之前，我还见过他。圣谷大佐，承诺被我拆出去买宵夜了。琉璃宫有那么多精致的糕点，琉璃子小姐想吃夜宵，还需要差人出去买吗？我爱吃小笼包。 琉璃宫的人都知道，这种点心只有远郊南翔镇上的才最正宗，所以就差人远道去买了。你的随从不是喜心吗？为什么不叫他去？大晚上的，他一个女孩去挺不方便。前几回倒都是喜心和承诺一块儿去的。刚才他给我倒茶去了，我就差承诺自己一个人走了。还不止一次。看起来，你对这个保安倒是。 您找我？我很好奇，清水的凶手所用的凶器是刀或剑一类的利器，而杀害青山的凶手是拿着柔软的丝状物，而且
这肯定是青山中佐手筋脚筋给人挑断以后。这就是摩斯密码。青山中佐一定是套用了另外一种密码，以防万一地砖先被凶手发现而遭到破坏。Double 1, double 2, 3, 6, 7, 8 is D。这份密码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明白，但既然意思已经通顺，我想解的不会有错。请千叶博士也留一份，帮我们一起参考青山中佐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。好吧。看来他还没有讲完话就倒下了，可惜啊。问题是，最后这个 D 怎么解释？是的。报告，圣谷大佐，早川大人回来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嗨。好吧，你去忙吧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待会儿我叫人把尸体搬走，等验尸报告出来，我叫小村送一份给你。谢谢博士，我送你。吓我一跳，一时高兴把你给忘了。借个地方抄点东西啊，有怪莫怪，抄完就走。承诺呢？大佐，他刚才拿着包子硬要进来，我想案发时他不在琉璃宫，不可能是凶手，所以就打发他走了。蠢货！谁叫你自作聪明的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承诺？整个琉璃宫的侍卫排查下来，就他一个人不在。可是他现在拿着包子，人又回来了，那他不是承诺？难道他是？混蛋！把这个人给我找回来！嗨。在门外的应该是曲风，所以说承诺应该在附近。东少和小姐表演完魔术以后，您跟东少跳舞的时候，我真看得起劲儿。小姐说她肚子饿，然后喜新帮她去倒茶，所以让我一个人去了。你的外套呢？哦，在打包的时候，服务员不小心把汤洒在外套上，所以外套留下来清洗了。怎么了，大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？好溜了，不要再意气用事了。
上的伤口很相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跟雅典娜有关系？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雅典娜的金锁片，但这很可能是凶手故布疑阵，也有可能是青山的缘故，凶手没有放置成功，也有可能是有人走近，凶手没有来得及放置。但是咱们不能因为现场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断定这案子跟雅典娜无关。您觉得我说的对吗？看来雅典娜是打定主意跟我大日本帝国对抗到底了。封锁现场，闲杂人等马上出去。琉璃宫的盥洗室也将封闭，直到我清理完现场为止。总理事大人，很抱歉在您回国的时候打扰您，但是关于青山中佐被害的事。凶手是谁？还不确定，但我肯定的是，凶手就躲在百乐门。您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岂有此理！我们一再容忍，敌人却变本加厉。实在不行，就派兵进入英租界抓捕。帝国的军队就驻扎在乌松口外，对再三挑衅帝国军力的行为，绝不能姑息。嗨，我即刻安排。哎，你看，就是怎么了？听说雅典娜呀，又在琉璃宫杀了一个日本军官，日本人正查呢。要我看呐，杀得好，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才解恨呢。说得轻巧，你看看，琉璃宫现在麻烦大了，前门比后门封锁得更加严密，看来我们是进不去了。是啊，不知。警司大人，是谁允许你们这样，在我大英租界管辖范围内设立关卡？那是因为代号为雅典娜的不法。停！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只知道，你们这样做会影响我们在英租界的管理，所以你们必须立即撤兵，恢复百乐门的正常秩序。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应您。雅典娜一直藏匿在百乐门当中。如果我们撤兵的话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还会放虎归山。这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不法组织，神秘莫测。今天他能截杀我们日本官员，明天他就可以把矛头指向你们英租界。警司大人，英日两国在他眼中都是侵略者。如果你不趁这个机会让我把他们绳之以法的话，总会有一天，雅典娜也会把你们英租界搞得乌烟瘴气。雅典娜在我们的辖区内犯案，你们可以把掌握的证据和情报上报给我们，我们尽快查明真相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亲眼目睹过雅典娜成员的身手，他们擅长中国武术。正因为这个特殊原因，在这次行动中，我安排了多名日本忍者高手参与。但是，你们这样做影响了我们在上海的管理，我仍然不能答应。否则，人人以情况特殊为理由，要求特殊对待，那样，我们的律法岂不成了废纸？其实不是。警司大人可以把这件事当成是给予我国的刑事司法的协助，同时又不违反贵国的法律。我们又可以对抗不法组织，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，你们不能无限期地影响我们的管理。我只给你10天期限，期限一到，无论是否抓到凶手，都要立刻撤兵，同时恢复百乐门的正常运营。
多谢景司大人关照。收队。你看来气色不太好，昨天是不是吓坏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起这些日本人怎么能在我们的地方这么胡作非为，欺负人，我觉得心里可憋屈了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自保，才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否则，你有再高的气节，也不过是大家一起任人鱼肉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彻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好像变得跟以前不同了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。我不管怎么变，我对你的感情是一辈子都不会变的。真的吗？是吗？我听听看，说的是不是真话？是不是真话？你听得出来吗？当然呢。人在说真话的时候啊，心里特别踏实，心跳特别稳健平和。要是说的假话呀，他的心里就发虚，怕被人揭穿，心跳就加速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你现在能听到我心跳加速吗？你衣服穿太多了，我听不出来。什么时候这么调皮？要是我们不在这个乱世生活该多好！我们可以马上结婚，生许多小孩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会的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等到日本人不在中国胡作非为的时候。小姐，我们约好了裁缝师傅量尺寸，做新的旗袍。现在时间到了。好的，你先去屋里坐会儿，我待会儿就来。好。什么人？别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欧阳彻，就在刚才你才对我说永远不变，现在就在我房间里乱砸东西，你就是骗我的。我说的都是真心的，我不是故意要砸东西的，是这个人，他鬼鬼祟祟在你房间里不知道干什么，所以我才动手的。欧阳警长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在小姐房间等喜新。你怎么看得这么眼熟？我们在哪儿见过吗？你这个人乱砸东西，打错了人还要找借口，你给我出去！我真的没有见到你。琉璃子，出去！琉璃子，喂，琉璃子，琉璃子，琉璃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嘘。喂。怎么回事？有什么急事来找我？小姐，你看这个。
小姐，我有什么办法离开这儿？把门关上。这是顶层9号贵宾房的钥匙，待会儿让喜星带你上去，那有直达电梯可以到地下停车库，在那里面东南角上有一间员工仓房，上了锁，这是钥匙，里面有我的车，你直接把它开走吧。可是，小姐，这贵宾房的钥匙是老大特意留给你的。我现在不需要了，正好你还给他。西西，你赶紧带他去吧，记得给他易容，然后就回来。知道了，小姐。你还会易容？路上给你解释，快走。路上告诉你。小姐，我去帮承诺包扎一下，去吧。琉璃子，他刚才应该把打架的详细过程跟你说了吧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。你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也是我不好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彻，我们说好的，彼此信任，只有彼此信任，不猜疑，才能够有幸福可言。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就是这样，我易容成小姐的样子。每次小姐外出行动的时候，我就留在琉璃宫替她表演，不让别人知道她的行踪。时间一久，客人一听到钢琴声，自然就以为是小姐在弹琴啦。哦，原来你钢琴弹得这么棒。小姐琴弹得才好呢，我的技法都是小姐手把手教的。哎，小姐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。老大呢，又是最棒的男人，这2个人不能在一块儿，老天爷真是瞎了眼。可不是嘛？可是小姐就是放不下欧阳警长，我不太喜欢他，总觉得他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像纳兰少爷看起来让人放心。我知道，这个就叫做爱屋及乌。哎，好，你学不会，就学会纳兰少爷油嘴滑舌了。啊，对了，西西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一定要把我画的这么难看吗？行，走吧。你走习惯了就好了。来，你们2个都是百乐门的工作人员吗？对，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。这位先生是我们百乐门的客人。啊，百乐门这么早就开始营业了，现在就会有客人？而且一个客人，为什么会在你们员工部出现？是啊，他是我们老板娘的亲戚，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。然后就住在了我们员工部，我现在就送他出去。你不是琉璃子小姐的随从吗？老板娘的亲戚为什么要你送她回去呢？琉璃子小姐就像老板娘的亲闺女一样，她让她的仆人替老板娘送我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你不是她亲戚吗？你也叫她老板娘？老板娘就喜欢大家这么叫她，我们亲戚之间都这么叫。亲戚之间？老板娘在上海还不止你一个亲戚。这位先生的嗓子好像不太舒服，我们楼下有些备用药，我们带你下去走一趟吧。
请，走吧。哎，你不许去。长官，鞋带开了。陈老板，哎呀！哎呦，谢谢玲姐啊！哎呀，我这汗呢都吓出来了。你要再来晚点，我就动手了。这帮小日本真够狡猾的。别说了，细心在老地方等你呢。给你包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玲姐，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谢谢玲姐。不谢。